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君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你们好，我是你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前女友。我对不起我的362个粉丝，因为最近一直很忙，所以这个下期搁了大家很久。最近清明节放假了，终于可以安排上了。上期咱们说到，登河抓走了真鱼，又留下了第一恶犬想咬死永泰，情势十分危急。当夜暴风骤雨，登河竟然要求追明医生将真鱼的头换给自己，因为之前换手一直不成功，所以他觉得只要将头一起换给他，一定就可以长生不老了。他以此威胁佐和带他去人鱼种，如果有人鱼肉就可以放过真鱼。佐和坚决反对。就在登河命令追明砍下真鱼头的时候，永泰也拼命解决了第一恶犬，身受重伤的从监牢里逃了出来。追明之前只是用尸体给登河换手，现在活生生的人在他面前，他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最后还是登河拿出匕首，准备在线拆个头。佐和终于忍不住了，为了保护真鱼，他答应将人鱼种的位置告诉登河。登河以真鱼为人质，几人踏上了去人鱼种的路。永泰姗姗来迟，找过来时发现真鱼已经不在了，只好忍着身上的剧痛出来寻找真鱼。此时4人已经到了人鱼种，原来里面真的有人鱼，而人鱼的身边就是吃了人鱼肉却长生失败成为半人鱼的神无木家当家，也就是登河和佐和姐妹的父亲。永泰追了上来，他告诉登河人鱼肉是剧毒，吃了就会变成怪物。他活了500年，也只遇到了真鱼一个获得长生的人。但是登河不管那个，他把真鱼推进了地窖里，让真鱼把人鱼肉拿上来。半人鱼很快就冲了出来，永泰为了保护真鱼也跳了下来，2人齐心合力，终于解决了半人鱼。登河一心想拿人鱼肉，然后就被人鱼咬了一口，他情急之下砍下人鱼的头。即使过去了几百年，人鱼依然没有死去。登河终于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了，他砍下一块肉递给佐和，让他吃下去。登河说，其实想要长生的一直都是佐和。原来当年父亲早就告诉过佐和人鱼肉是剧毒，但是他为了实验人鱼肉的效力，不惜用姐姐登河来做实验，因为他们是双胞胎，效果是相同的。而且佐和很早之前就说过，去了人鱼种就要吃人鱼肉，为了保持年轻漂亮活下去。但是看见登河的下场之后，佐和打消了念头，登河却为此在地牢中度过了不知多少年。地牢里没有时间，他看着医生追明慢慢变老，听着别人说佐和从新婚到生子，到最后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到姐妹俩的父亲死去，佐和终于从地牢中接触了登河。无论季节和岁月如何变迁，登河依然是曾经的样子。他看着佐和哭泣的样子，觉得真的可笑啊！明明是双胞胎，佐和结婚生子，过着普通女人的日子，害得自己却像怪物一样在地牢里过了20多年。他有什么脸面哭诉呢？登河这样想着，无论是变成怪物，还是以这老丑的模样长生，一定不能让佐和就这样轻易死去。没想到最后被逼迫的佐和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登河哭了，他活到现在一直等着报复佐和的这一天，没想到这一天这么短暂。他要求将人鱼种与神无木家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包括他自己。一场大火熊熊燃烧，追明也哭了。原来他就是登河的未婚夫，他曾无数次想带登河离开，但是登河一直都说自己还有愿望没有完成。追明追随了登河很久，但是从始至终，登河的心中一直在意的都是佐和。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但是永泰跟真鱼的旅程还在继续。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佐和心地善良，登河却是性格刁钻，心狠手辣。但是看到了最后才发现，登河才是最可怜的那个人。他被亲妹妹如此对待，直到最后连活着都是为了报复亲妹妹，而妹妹却一直愧疚着，不敢面对姐姐。到了最后，100年家业毁于一旦。我是你们酷酷的前女友，喜欢前女友的点关注不迷路，点赞硬币收藏，不收藏怎么占有这个前女友呀？比心心。